他在干嘛？大家好，我是鬼叔，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不害怕的抠下眼珠子。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切记千万不要一个人看。小可乐在干嘛？他这个举动老是逗笑我。好的，那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啊。我们今天故事的第一个系列呢，是和鲁班书有关的，是关于鲁班书的一些传说故事。楼主说呢，听长辈们讲，凡学鲁班法术者，进门时师傅会在你不注意时站在你的身后，问你后面有没有人或有没有钱。如果你回答了身后没有人，那就是三缺中的孤；如果你说没钱，那就是三缺中的贫；如果回答后面没有路，那就是三缺中的妖。在旧社会的民间，鲁班书呢，差不多人人都知晓，却都不知其真相。传说呢，鲁班所写的秘藏书籍里面记载的都是一些离奇古怪的东西。当然朋友们不要以为这是一本木匠书啊，就算是跟木工有关，那关系也是超现实超自然的。在民间呢，有的地方说这书分上下2册，有的说呢分上中下3册，而外传的鲁班书都是不全的，所以呢各地说法才不一。真正的全本可能只流传于鲁班嫡传，本人江西土著。据我所知在我们当地不叫鲁班书齐名，而是直接称之为上部、中部、下部。上部所讲的乃是一些生活中的技巧，虽然也是匪夷所思的，但更多的只是借助于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小问题，基本对他人构不成什么影响。而中部就有点意思了，据说呢可以跟阴间有交流什么的，下部则更为邪门，尽是一些害人害己的东西，而且不害人还难受。看过鲁班书的人呢，也都不同程度的要受到影响，孤寡终老，丧妻丧子，乃至于断子绝孙，这是一些基本流传的。而下面我就开始讲讲自己的经历。我呢先讲一个小时候的事情。在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发了一场疾病，非常的莫名其妙。当时在医院医治的同时，家里人还请来了一个很远方的老家的人。据说呢，此人就是看过鲁班书的人，父母请他过来是想要了解我是为什么发的这场病，因为医院呢对我身上的症状也很奇怪。他来我们家之后，我们看到他用一个脸盆端了半脸盆的水，就在那里开始画符起水。据说呢，能够从里头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他看了一会儿就开始说到了，他说我去过一座塔，并且在塔山小便，这种行为呢惹怒了他神。我当时就给懵了，因为这事儿就我知道的，那是几个月前去市区里竞赛，我们空闲之余和一个同学呢特意跑到了很远去爬那座塔来着，而且呢也确实在塔下边小便过。这事儿回来以后我没跟任何人讲过，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他接着呢说下去，说当时我的太爷爷保护过我，不然的话后果可能更加的严重。然后他又说了下我太爷爷埋在了什么地方，而那地方什么样子，有什么特点什么的都说得清清楚楚。其实那地方我没去过，因为非常的远，但我父母去过的。当时我是相当奇怪，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之后的事情发展我就不再赘述，这是第一次让我开了眼界。而这个事情呢也算是比较温和的了，下面则还有更狠的。上面这位帮我看过的长辈我去过他的家，而且呢跟他的女儿有过一次交流。那时候他已经不在世了，60岁出头死的，应该算是很年轻就去世的。听他女儿讲，他父亲这辈子其实很想要个孩子，也生过很多，但莫名其妙的是一个个的全都死了，就生一个死一个。而他的这个女儿呢，其实还是后来没有办法在外面领养的，当时也是近37岁的年纪了。后来据说呢又生了一个女儿，
一出生就拜了当地很有名的一位神灵做的干爹，这才长大，现在呢也有10多岁了。好了，咱们第一个故事啊，这个系列的第一个故事就给大家讲完了，然后接下来是这个系列的第2个故事啊，我们读读弹幕，聊聊天，休息一下，然后开始第2个故事。大家呢也可以点点赞，大概的话咱们3万点赞，3万点赞就开始第2个故事啊。正好现在喝水，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屏幕这里有2个小尖尖是吧？这小可乐的位置，他怎么今天睡得这么靠前呢？来，小可乐，到这个位置来，快点！来，小可乐，咱们的粉丝想看你啊，来，我看我把它弄过来，小可乐，过来，对，可以，在这个位置让大家看到你啊，好嘞，让大家看到你，然后你再听着再睡觉，好吧？可以，我把它召唤过来了。来，咱们看看弹幕里啊，弹幕里说鬼叔啊，这声儿太得劲儿了，说这雄厚的声音不像是 AI， 鬼叔这活人都出现了还 AI 呢。还有小伙伴说鬼叔啊想撸小可乐，想撸猫。还有咱们的粉丝说，突然发现鬼叔算是我中途看着长大的，这句话哪里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你是看着鬼叔长大的和怎么感觉怎么想都不太对劲，哪里？你是看着节目长大的。来，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小伙伴啊！鬼叔的直播时间是每周6晚上的9点半，然后我们一般的话都是讲一个系列的故事，比如说这一次的系列的话就鲁班书，之前的系列比如说有过医院的故事，或者说值夜班的故事等等，就是一个系列啊，它系列当中有很多分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讲的是第2个分故事啊。另外呢，就是讲分段的故事的话，这样大家中途进直播间的小伙伴还有的听，就每次听的话都是新的内容，不会说因为前一半部分的故事没听到，就有一种断裂感。咱们讲这种的系列故事，听起来就很好把它给顺起来。来看看啊，还有小伙伴说鬼叔啊，怎么给你投稿啊？投稿的话，大家在鬼叔的主页，鬼叔主页留了那个绿泡泡账号，大家可以加我的主页留下的绿泡泡的账号，那是我的个人生活号。对，然后加了那个的话，写一个备注就行，写一个备注 B 站投稿，或者说直接备注投稿，然后鬼叔看到的话，明天上午给大家一起通过啊。小可乐今天怎么是屁股对着我们？然后今天我们的故事大概是讲到10点半左右啊，还有小伙伴说鬼叔的声音陪着他度过了无数个失眠的夜晚。还有小伙伴之前和鬼叔说的是我的声音陪着他度过了无数个催眠的夜晚，他听着睡觉的。好的，接下来是第2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我父亲讲给我听的，他亲眼所见。父亲呢在农村长大，当时村里呢有一棵巨大的樟树，这种树啊在江西这地方特别的多，尤其是农村，现在还是很多的，就是都几百上千年的那种，几个人呢都围不过来，差不多每个村庄呢都有好几棵，因为樟树是可以驱蚊的，但因为树龄太长了，所以老人们就流传一些让人有点害怕的话来，就是说有的树你是砍不得的，通人性。据说呢，一般人去砍的话，你就别想把它砍翻，第2天又会长好，而且你家里呢还不会太平。但是有时候呢，一些树也是必须要砍翻的才行，因为有时候可能要修路、建房子什么的，当地呢就还有一些人是敢砍这种树的。我们那儿呢就有这么一个人，当时呢他在那里指挥砍一棵非常大的樟树，我爸爸当时还10几岁，他就在边上看的是清清楚楚。为了砍翻它，搞了一些仪式，
费了好大的劲儿，眼看呢就要翻了。这时候突然这树失去了控制，往人群的边上倒。最主要，他们根本不希望倒到这边的，而是反方向的地方。我爸爸说，当时那个指挥砍树的人赶紧的从身上扯出了一条红带子，绑在了眼睛上，然后就顺势躺在地上打起滚来，嘴里呢拼命的喊：鲁班先师快来呀，救命啊！据说当时边上的人呢没人敢近身，而且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这么一滚一喊，那树啊立马就停止了倒下，就这样差不多离地面45度角那儿停在那里。然后他就起来拿了一把柴刀，用刀背在那树身上狠狠的一敲，嘴里还喊着倒过去。那几个人抱的大树居然就真的往着反方向倒了一点，就这样敲一下喊一句，那树啊就倒过去一点，直到最后那树就地倒在了反方向的地方。当时看得年轻的我的父亲呢是目瞪口呆，在他给我讲的时候，他就觉得还是不可思议。好的，来，咱们开始今晚的第4个故事啊。先把第4个给大家讲了。是这样的啊，楼主说呢，这个故事倒是我亲眼所见，但是讲的内容可不是跟看过鲁班书的人直接有关，倒是有一部分是跟鲁班直接有关的。故事是这样的，本帖开头的第一个故事啊，讲的是有一个看过鲁班书中部的人给我起水看过经历，而且期间呢还提到过一个事情，就是当时我们家住的房子的事儿。据说以前是用了死人的碑石打了地基的，他当时嘱咐我父母这个事情一定要注意一下。再一个我要提到的是，这位长辈其实家里就是有供奉鲁班神位的，而且我后来去他家，当时呢他已不在世，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也亲眼见过。其他的我就不深入的讲了，就说2件具体的事儿啊。第一件事是这样的，我们家的房后有一扇门，就是以前那种木质的有栓的门，而且我这辈子呢也没有把那扇门给关好过，就是它没有办法给关严实，你下面推进去了，它上面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一起给关严实。我前面说到的那些死人的碑石就是在那扇门的下面。情况就是这样，自从那位长辈来过我家之后，那扇门突然有一天开始就再也打不开了。这件事儿呢是我妈妈先发现的，她叫我过来看，说是不是我搞的。我过去一看，原来那门已经严严实实完完全全的给关了起来。我真的不敢想象那门居然可以关成那样，而且我们用力的去拉那门，它还是纹丝不动的。以后我不知道怎么样，反正直到我们搬离那里期间，那扇门就再也没有被打开过了。接着呢是第5件事儿啊。这个故事呢首先要跟大家说说蚊子。在城里长大的小伙伴们可能对于夏天究竟蚊子可以多到多少没有一个了解。举个例子吧，小时候呢有一天傍晚，我坐在外婆家门前的地上在看书，老感觉蚊子在咬我，当时就是随便用手赶一下那种，不过那些死蚊子就一直没停的在咬我。当我看完书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腿上密密麻麻的给咬了几10个大包，小包呢就更多了。农村为了防蚊子，稻谷皮都是留着烧烟，夏天熏蚊子用的。我要说的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别人，是我的亲外公。刚才说了一下家里的蚊子，其实跟山里的蚊子比起来还不算什么的。你要是进山里头砍点竹子什么的，一般人的做法呢就是全身上下包得非常严实。但是我外公，你们猜他是怎么防蚊子的呢？他就穿着一条短裤一双鞋完事儿。我当时不知道外公哪里学来的，不过呢他从来不给我们讲这些，我们只知道他每次进山之前都要用柴刀在毛竹上面敲3下，然后一直到下山他身上都不会被咬一口。我爷爷呢就经常着跟他一起进山，一个是光身，一个呢包得特别严实。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清楚。
看怎么睡在里头。哎，出来了。来，你在这个位置啊，大家想看你。哎，用这个小玩具把它定在那里。可以，他过来了。行，他过来了，咱们就开始讲今晚鲁班书的最后一个故事啊，鲁班书系列最后一个故事。弹幕里说，鬼叔啊，我从16年开始就关注你的，那就是咱们的究极骨灰级老粉啊，16年是骨灰级老粉。好的，到5万点赞了，我们开始啊。这个鲁班书系列当中的最后一个故事啊，楼主说呢，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主角呢是一位老太太，今年70多了。她是我妈妈早上去外面锻炼身体的教练，一群人都是她教的。因为大家都很熟，所以有一次跟她聊起来过。我今天呢就讲给大家听。大概是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几十年前，具体是几年啊，我是不知道的。反正当时呢，他们单位在搞一个什么培训，抽调了人凑一起学习。当时那个培训啊，他们的老师呢跟他们聊到这种话题了，大家就兴致盎然，于是纷纷的要求开眼。所以当时他们呢就跟着那人经历了一段很奇异的事儿。是这样的，他们的话题是透视眼睛。怎么个透视法呢？就是可以在原地看到多少公里之内，具体到某一个地点，比如衣柜里有什么东西。而他们是怎么开眼的呢？老师把他们带到了乱坟堆，并且嘱咐他们要绝对的听指挥，如果做不到的，那就不要去了。一句话呢，就是概不负责。但这位老太太当时就去了，而且她还是老师给教了透视的其中之一。具体怎么教的我是不清楚的。总之在当时，那位老师问他哪栋房子的衣橱里有什么东西，他是看得清清楚楚。不过这是借助了那位老师的指点，在指点以后啊，他就又变成一个普通人了。现在这位老太太中了风，不过恢复得很好，已经可以自己行走了，希望她可以健康。好了，那咱们鲁班书系列的奇幻故事啊，就给大家讲完了。然后我们今天时间还有多余，鬼叔再讲1-2个其他系列里的故事啊。来，咱们这个其他系列的故事呢，发生地云南。楼主说呢，这是一个真事儿啊，是云南的某个地方。前几年呢，有几个中学生陆续的失踪，这家长呢，于是就报警。警方呢，当时还没有查到蛛丝马迹，直到第15个少年走失了。而恰好呢，那家孩子的舅舅还是警方内部的一个人，所以呢，这才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开始调查。结果发现，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被爆出的失踪人数猛增到了17人。最后呢，在一个公园里抓到的嫌疑人。这嫌疑人呢，是一个50多岁、刚刚刑满释放没几年的老头。自2008年以来，这个嫌疑人啊，就在居住地附近，他趁人不备，对单独行走的受害人实施暴力袭击，致受害者死亡以后，通过碎尸、焚烧、掩埋等多种的方式销毁罪证。官方的数据呢是11人被杀害。以上呢是官方通报，但据当地人告诉我，这死老头啊不止杀了这些人。当时呢，警方在他住的地方的院子里挖出来的鞋子就不只是1双，据说起码30多双是有的，而这还只是埋在院子里的而已。这个死老头子不止杀人，还把杀了的人肉剔出来吃掉，骨头埋掉。他家里挖出的多具尸骨，药酒是由40多只人眼睛炮制，家里挂的烟肉是人的大腿肉，养的3条狗是吃受害者残肉长大的。而那些烟肉，每个周6的时候他都会去拿到集市上卖，谎称那是鸵鸟肉。而奇怪的是，他谎称鸵鸟肉的这人肉啊，他每次都能卖完。说实话，我看到了当地贴吧里有人说过这事儿，他的亲戚呢也买过，都恶心的不行。但是呢，也不乏一些哗众取宠的人说这东西好吃，还有没有之类的，可能是网民的调侃之话吧。
而这件案子如果真要说的话，可以算是国内最大的食人案件了吧。楼主说呢，小时候大约是上小学吧，我早早的回房上床睡觉，父亲呢在看电视，母亲在玩着电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不在自己的房间，而是裹着被子被妈妈抱在怀里，我当时一脸的懵逼。后来我听他们说，在1点多的时候，父亲还在看电视，我突然的起夜，他呢以为我上厕所就没管，结果突然听到开大门的声音，他就从沙发上起来，跑到了客厅里头，看了一看，发现我一个人，眼睛睁着，手微微向上，就好像是被人牵着手，还跟我爸说再见，说我要走了。我爸说他当时就疯了，他呢是某个私企的领导，说话永远都是细声细气的，结果那天一嗓子就把我妈给吼了起来。就他吼我妈起床的那功夫，我自己已经把大门给打开了。最后我是被妈妈用被子裹住抱回家里头的。爸爸呢把菜刀、剪子、大头针还有姥爷收藏的刀枪棍棒啥的全都堆在了门口，然后他抱着妈妈，妈妈抱着我，在大房间里头熬到了第二天。后来我就在想，如果那天我爸没有失眠，我可能就会被一个看不见的人给带走了吧。那咱们今晚的直播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六晚上9点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看看弹幕，好，差不多了，大家去睡觉吧。拜拜。小可乐怎么站这么浅？大家看不到你。对，往后一点。对，把你的屁股伸给我是什么意思？快坐下。哎呦，好了。好的，晚安各位，拜拜。